我凭手艺盘活濒临倒闭的工地食堂，却被穿一条裤子长大的发小用3万块钱一脚踢出局。他以为攥住了承包合同就攥住了摇钱树，却不知道几百号工人认的从来不是食堂的铁皮招牌。直到他把工人逼到集体外出吃饭，才终于看清自己当初丢掉的是能救命的底牌。我刚把最后一锅红烧肉盛出来，擦了擦手上的油，就看见李伟黑着脸走进后厨，把一个厚厚的牛皮纸信封啪地拍在我面前的案板上，锅里的热气还在往上冒，红烧肉的香气裹着油烟飘满整个厨房。帮厨的阿姨们都停下了手里的活，偷偷往这边看。这是干什么？我拿起信封掂了掂，厚度和我当初投进去的3万块一模一样。我抬头看向李伟，他眼神躲闪，不敢和我对视。旁边他老婆张燕却抱着胳膊，一脸得意地站在那里，下巴抬得老高。陈峰，这3万块你拿着。张燕先开了口，声音尖细，像指甲刮过玻璃，听得我心里一阵不舒服。我没说话，把信封放回案板上，等着他们把话说完。什么意思？我擦了擦手，靠在灶台边，看着眼前这对我掏心掏肺对待了半年的夫妻。李伟深吸一口气，像是下定了很大的决心，终于抬起头看向我。意思就是，食堂以后我和张燕自己干就行了。你拿着这3万块本金，以后就别再插手食堂的任何事了。我看着他，突然觉得有点好笑。半年前那个红着眼求我帮忙的人，和现在这个一脸冷漠要把我踢出局的人，简直判若两人。你的意思是，食堂刚做起来，日流水刚破3万，你就打算拿3万块本金把我打发走？我声音很平静，没有生气，只是觉得心里凉飕飕的。话别说那么难听。张燕立刻接话，翻了个白眼。你当初不就投了3万块钱吗？现在本金一分不少还给你，我们又没欠你的。这半年食堂能做起来，全靠我家李伟起早贪黑盯着，你不就会炒几个菜吗？我看着张燕那张刻薄的脸，又看了看旁边低着头不说话的李伟，一股火气终于从心底窜了上来。好，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那咱们就当着后厨所有人的面，把话说清楚。我抬手拍了拍案板，声音不大，却让整个后厨瞬间安静下来。我要让所有人都听听，这个日流水3万的工地食堂，到底是谁一勺一勺撑起来的。后厨里所有的人都停下了手里的活，目光齐刷刷地落在我和李伟身上。刘叔是我从老家带来的老厨师，跟着我干了10几年。他皱着眉头看了看李伟，又看了看我，轻轻叹了口气。李伟，你摸着良心说说，这半年来，每天凌晨4点，谁第一个到食堂和面蒸包子？我指着自己的鼻子，声音带着一丝颤抖。每天晚上10点，等最后一批夜班工人吃完饭，谁最后一个锁门离开？上个月赶工期，工人3班倒，我连续3天3夜没合眼，守在灶台前给他们做饭。那个时候你在哪儿？李伟的脸一阵红一阵白，嘴唇动了动，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你每天上午10点才慢悠悠的来食堂，坐在办公室里吹空调玩手机，要么就是领着你那些狐朋狗友来免费吃喝。后厨的活你碰过一下吗？洗菜切菜你干过吗？就连收个垃圾你都嫌脏。张燕见李伟说不出话，立刻跳出来替他辩解。那又怎么样？没有我们家李伟跑前跑后拿下这个食堂的承包权，你手艺再好有什么用？你不就是个炒菜的吗？离了这个工地，谁认识你陈峰是谁？拿下承包权？我看着张燕嚣张的样子笑了。李伟，你敢当着大家的面说这个食堂的承包权是怎么来的吗？李伟的头埋得更低了，手指紧紧攥着衣角，浑身都在发抖。半年前，你欠了一屁股外债，被人追着打，是我把准备买房的3万块全部拿出来给你还了债，是我托我以前的老板周总，才拿到了这个工地食堂的承包权，是我找的食材供应商，谈的最低价格，先货后款的账期，是我凭着一手手艺，让整个工地2000多工人都愿意来咱们食堂吃饭。我越说越激动，声音也越来越大。当初你拉着我的手说，陈峰，这辈子我要是对不起你，我就天打雷劈。这才过去半年，你就把自己说过的话忘得一干二净了。李伟猛地抬起头，眼神里充满了怨毒，说出了一句让我彻底心寒的话。陈峰，你别拿以前的事来说事儿。李伟的声音尖锐刺耳，完全没有了平时的懦弱。过去的事都过去了，现在食堂是我在管，我说了算。我承认你手艺好，但是食堂能有今天，也不全是你的功劳。我每天也在操心食堂的账目，操心食材的采购，这些你都看不见吗？操心账目？我冷笑一声，从抽屉里拿出那个我一直锁着的账本，扔在我面前。你所谓的操心账目，就是每天把流水揣进自己兜里，然后做一本假账给我看吗？上个月食堂纯利润8万，你告诉我只挣了2万，剩下的6万去哪儿了？李伟的脸瞬间变得惨白，他伸手想去抢账本，被我一把躲开。你胡说！
你血口喷人！张燕尖叫的扑过来，想要撕毁账本。刘叔上前一步拦住了他。张燕，你别太过分了！刘叔的声音很沉，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威严。陈峰是什么样的人，我们大家心里都清楚。这半年他有多辛苦，我们都看在眼里。你们这么做太不地道了。地道？什么叫地道？张燕甩开刘叔的手，恶狠狠地瞪着他。你一个打工的，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儿吗？不想干就滚蛋！我告诉你，从今天起，这个食堂我说了算。谁要是敢帮着陈峰说话，就立刻收拾东西走人。后厨的帮厨阿姨们都吓得不敢说话，纷纷低下头，不敢看我们。我看着眼前这对嚣张跋扈的夫妻，心里最后一点情分也彻底消失了。好，很好。我点了点头，拿起案板上的3万块钱塞进兜里。既然你们这么想自己干，那我就成全你们。这3万块我拿走，食堂我也让给你们。李伟和张燕对视一眼，脸上都露出了得意的笑容。不过我警告你们，我看着他们，眼神冰冷。有些东西不是你们拿着一个承包合同就能守得住的。吓唬谁呢？张燕嗤笑一声，满脸不屑。不就是会炒几个菜吗？离了你，我们食堂照样开，而且会开得更好。现在整个工地谁不知道食堂是我们家李伟在管？真当离了你，地球就不转了？就是。李伟也挺直了腰板，底气十足地说道：陈峰，我劝你别太把自己当回事，不就是几个工人喜欢你做的菜吗？我再找个厨师不就行了？现在厨师多的是，随便找一个都比你便宜。我看着他们无知的样子，摇了摇头，不想再和他们多说一句话。我转身拿起挂在墙上的外套，又看了一眼我守了半年的灶台，心里五味杂陈。这个灶台承载了我半年来的心血和汗水，每天凌晨4点，我都会准时站在这里，开始一天的忙碌。我记得每一个工人的口味，谁不吃辣，谁不吃香菜，谁喜欢多放一点醋。我用最好的食材，最用心的手艺给他们做每一顿饭，因为我知道他们背井离乡出来打工不容易，一顿热乎可口的饭菜就是他们一天中最幸福的时刻。可现在我却要离开这里了。刘叔走过来，拍了拍我的肩膀，眼神里充满了不舍。陈峰，你真的要走吗？我点了点头，勉强挤出一个笑容。刘叔，我走了以后，你多保重。要是他们欺负你，你就给我打电话，我来接你。刘叔叹了口气，点了点头，没再说话。我又看了一眼后厨里的其他人，他们都低着头不敢看我。我没有再说什么，转身走出了后厨。走到食堂门口的时候，我停下脚步，回头看了一眼，李伟和张燕正站在灶台边，得意地笑着，仿佛已经拥有了全世界。我冷笑一声，转身离开了食堂。刚走出工地大门，我的手机就响了。我拿出手机一看，来电显示是食材供应商王经理。我按下接听键，把手机放在耳边。王经理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，带着一丝惊讶：陈峰，我刚听说你从食堂离职了。刚走。怎么回事？不是干得好好的吗？怎么突然就离职了？王经理疑惑地问道。没什么，合伙人想自己干，我就把食堂让给他了。我轻描淡写地说道，不想多说那些糟心的事。李伟那小子，王经理的声音立刻沉了下来。他也太不地道了吧！当初要不是你，他能拿到这个食堂的承包权，能有今天的好日子过。现在翅膀硬了，就把你踢出局了。我笑了笑，没说话。行，我知道了。王经理叹了口气，语气变得严肃起来。陈峰，既然你不在那个食堂干了，那我也把话说清楚。从明天起，我们公司不再给那个工地食堂供货了。我愣了一下，没想到王经理会这么说。王经理，没必要这样。生意归生意，你和李伟之间又没有什么矛盾。生意归生意，但我做生意不光看钱，还看人。王经理斩钉截铁地说道。当初我肯给你最低的价格，给你最长的账期，是因为我信得过你陈峰的人品。李伟那小子是什么德行，我心里清楚得很。我可不想把货供给他，最后收不回来钱，而且我也看不惯他这种忘恩负义的行为。我心里一阵温暖，没想到在我最落魄的时候，还有人站在我这边。谢谢你，王经理。谢什么？这是我应该做的。王经理笑了笑。对了，你以后有什么打算？要是想再开个食堂，我这边全力支持你。价格还是原来的价格，账期还是原来的账期。我刚想说话，就听见电话那头传来了敲门声。王经理啊，有人找您，说是工地食堂的李伟。一个员工的声音传来。告诉他我不在。王经理对着电话说道，语气冰冷。陈峰，先这样，我挂了。
有事随时给我打电话。说完，王经理就挂断了电话。我收起手机，抬头看向工地食堂的方向，阳光正好照在食堂的玻璃门上，反射出刺眼的光芒。我仿佛能看到李伟和张燕正在里面庆祝他们的胜利。他们以为赶走了我就拥有了一切。我转身离开了工地，没有丝毫留恋。我找了个路边的小饭馆，点了一碗面，慢慢吃着，脑子里不断回放着这半年来发生的一切。半年前，李伟找到我，哭着开口：“我在外面欠了外债，被人追着打，要是还不上钱，他们就要打断我的腿。”我心软，把准备买房的3万块全部拿出来给了他。这3万块你先拿着，钱都是小事，要是落下残疾就真的毁了。他当时拉着我的手发誓：“陈峰，你就是我最好的兄弟，有我一口饭吃就有你的一半。”后来他又找到我：“陈峰，我想承包工地食堂，但没关系，没钱该怎么办啊？”我帮你想办法。我又托我以前的老板周总帮他拿到了承包权。周总是我以前在酒店当厨师长的时候的老板，对我很赏识。他知道我的手艺，也相信我的人品，所以才愿意帮这个忙。食堂开业初期，生意很差，工人都不愿意来吃饭。是我每天起早贪黑，研究工人的口味，不断改进菜品。我做的红烧肉肥而不腻，入口即化；卤鸡腿入味十足，就连最简单的大锅菜也能做出家常的味道。慢慢的，来食堂吃饭的工人越来越多，从一开始的每天几十人，到后来的每天2000多人，日流水也从一开始的几百块涨到了现在的3万多。食堂终于做起来了，我以为我们的好日子来了，可我万万没想到，李伟竟然会在这个时候把我踢出局。我越想越觉得心寒，一碗面吃了半个多小时，也没吃出什么味道。吃完面，我漫无目的的在街上走着，手机突然响了，是刘叔打来的。我按下接听键，还没来得及说话，就听见刘叔焦急的声音：“陈峰，不好了，出事了！王经理拒绝供货的事儿被李伟知道了，他正在后厨大发雷霆，把所有的气都撒在了我们身上。”我心里一紧，连忙问道：“刘叔，怎么回事？李伟他干什么了？”他刚才给王经理打电话，想要订货，结果被王经理直接拒绝了。刘叔的声音带着一丝慌乱。他问王经理为什么，王经理说只认你陈峰，不认他李伟。李伟挂了电话之后就大发雷霆，把厨房里的锅碗瓢盆都砸了。他还说肯定是你在背后搞鬼，故意让王经理不给他供货。张燕也在旁边煽风点火，说你是个白眼狼，见不得他们好。我冷笑一声，果然不出我所料，李伟这种人从来不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，只会把所有的错都推到别人身上。刘叔，你别害怕，他不敢把你们怎么样。要是他实在太过分，你们就直接辞职，我再给你们找别的工作。不行啊，陈峰。刘叔叹了口气，我们这些人都是跟着你过来的，要是我们走了，食堂就真的没人干活了。而且我们要是现在走了，李伟肯定不会给我们结工资的。我沉默了。刘叔说的是实话。李伟那种人，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那你们先忍一忍，有什么事儿随时给我打电话，我会想办法帮你们的。好，那你自己也多保重。刘叔说完就挂断了电话。我收起手机，心里越想越气。李伟不仅忘恩负义，还这么蛮横无理。我倒要看看，没有了我的手艺，没有了王经理的供货，他这个食堂能开多久？与此同时，工地食堂里，李伟把厨房里能砸的东西都砸，气喘吁吁地站在中间，脸色铁青。陈峰这个王八蛋，竟然敢阴我，我饶不了他！张燕连忙上前给他递了一杯水。老公，别生气了，气坏了身体不值得。不就是一个供应商吗？离了他王经理，我们还能买不到菜了？就是，天下又不是只有他一家食材供应商。李伟喝了一口水，脸色稍微好了一点。你说的对，我现在就去找别的供应商。我就不信，没有他王经理，我这个食堂就开不下去了。李伟拿起手机开始翻通讯录，找别的食材供应商的电话，却不知道更大的麻烦还在后面等着他。李伟打了好几个电话，结果都让他大失所望。那些供应商要么说自己的货已经被订完了，要么就是给出的价格比王经理高出一大截，而且还要求现款现货。李伟挂了最后一个电话，气得把手机摔在了地上。妈的，这些人都怎么回事？怎么都不肯给我供货？肯定是陈峰那个王八蛋提前跟他们打过招呼了。张燕捡起地上的手机，擦了擦上面的灰尘。老公，别着急，实在不行，我们就去菜市场零买。菜市场那么多卖菜的，总不能都被陈峰买通了吧？也只能这样了。李伟叹了口气，无奈地说道：“你现在就去菜市场多买点菜回来，明天还要给工人做饭呢。记住，挑便宜的买，能省一点是一点。”知道了。
张燕点了点头，拿着钱包出门了。1个小时后，张燕提着几大袋菜回来了。李伟打开袋子一看，脸立刻沉了下来。你怎么买的都是些烂菜叶子？还有这肉，怎么都是冻了好几个月的冻肉？便宜啊！张燕满不在乎地说道。新鲜的菜和肉多贵呀！这些烂菜叶子挑一挑还能吃，冻肉解冻了和新鲜的也没什么区别。工人都是干粗活的，嘴没那么挑，能吃饱就行了。李伟想了想，觉得张燕说的也有道理。现在食材价格这么高，要是都买新鲜的，成本太高了，根本赚不到什么钱。李伟点了点头，行吧，就用这些做吧。明天开始，菜里的肉少放一点，油也少放一点，能省就省。知道了，我都安排好了。张燕得意地说道。我已经跟帮厨的阿姨说了，明天的红烧肉1斤肉放3斤土豆，保证工人看不出来。李伟满意的点了点头。还是你聪明，这样一来，我们的成本就能降下来一大半，赚的钱就更多了。他们俩在办公室里得意地算着账，完全没有意识到一场危机正在悄悄向他们逼近。第二天早上，工人们像往常一样来到食堂吃饭，却发现今天的饭菜和以前完全不一样。早上7点是工地食堂最热闹的时候，2000多工人陆续来到食堂，排着长长的队伍准备打饭。以前这个时候，食堂里总是飘着诱人的香气，工人们一边排队一边讨论着今天有什么好吃的菜。可今天食堂里却弥漫着一股奇怪的味道，有一股淡淡的馊味，还有一股冻肉的腥味。工人们都皱起了眉头，互相看了看，眼里充满了疑惑。终于轮到第一个工人打饭了，他看着餐盘里的饭菜，瞬间愣住了。所谓的红烧肉几乎全是土豆，只有几块零零星星的肥肉，而且颜色发黑，看起来就没有食欲。炒白菜里全是烂叶子，还能看见上面有虫蛀的痕迹，周稀的能照见人影。馒头又硬又小，咬一口都硌牙。这什么玩意儿啊？那个工人把餐盘往打饭台上一放，生气地说道：这也叫红烧肉？全是土豆，肉都没几块，还有这白菜都烂了，上面全是虫咬出来的洞，这能吃吗？打饭的阿姨低着头不敢说话，后面的工人听到她的话都纷纷围了上来。就是啊，今天的饭菜怎么这么难吃？以前陈师傅在的时候，饭菜可好吃了，红烧肉肥而不腻，白菜也新鲜，怎么陈师傅一走，饭菜就变成这样了？李伟呢？让李伟出来给我们一个说法。几名工人的情绪越来越激动，声音也越来越大。李伟和张燕听到动静，连忙从办公室里跑了出来。吵什么吵？吵什么吵？李伟大声呵斥道：不就是饭菜稍微差了一点吗？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？你们是来干活的，不是来吃席的，能吃饱就行了，能吃饱就行了。一个老工人站了出来，指着李伟的鼻子说道：我们每天在工地上干10几个小时的重活，就指望吃顿好的补充体力，你给我们吃这些猪都不吃的东西，我们怎么有力气干活？就是以前陈师傅在的时候，从来不会给我们吃这些烂菜叶子和冻肉。陈师傅请回来，我们要吃陈师傅做的饭。越来越多的工人开始附和，食堂里瞬间乱成了一团。都给我闭嘴！李伟气得脸都绿了，大声吼道：陈峰已经走了，不会再回来了。这个食堂现在是我说了算，你们爱吃不吃，不吃就滚蛋。有的是人想来这里干活。工人们听到他的话更加生气了。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我们辛辛苦苦干活，你就给我们吃这些东西，还让我们滚蛋，太过分了！我们以后不来这里吃了。对，不吃了。工人们纷纷放下手里的餐盘，准备离开食堂。张燕见势不妙，连忙拉了拉李伟的衣角，小声说道：老公，别冲动，要是工人以后不来吃了，我们可就赚不到钱了。李伟也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，连忙换上一副笑脸。大家别生气，别生气，刚才是我说话太冲了，我给大家道歉。今天的饭菜确实有点问题，主要是供应商那边出了点状况。我保证，从明天开始，饭菜肯定会恢复以前的样子。大家先将就吃一顿，好不好？工人们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有些将信将疑，但凭借着陈峰积攒下来的口碑，他们还是愿意再信一次。那个老工人叹了口气说道：行，我们就再相信你一次。要是明天饭菜还是这样，我们就真的不来吃了。好，没问题，明天肯定让大家满意。李伟连忙点头哈腰的说道。工人们这才不情愿的拿起餐盘，找了个位置坐下，勉强吃了起来。看着工人们吃饭的样子，李伟和张燕对视一眼，都松了一口气。吓死我了，差点就出事了。张燕拍着胸口说道：怕什么？有周总给我们撑腰，他们不敢怎么样的。不过明天的饭菜确实得改善一下，不然真的会出大事。我知道，我下午再去菜市场买点新鲜的菜和肉，不过价格肯定会贵一点，成本又要增加。没事儿，先把这几天糊弄过去再说。
他们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，却不知道工人们的不满已经像一颗种子在心里生根发芽。下午，张燕又去了菜市场。这次她不敢再买烂菜叶子和冻肉了，挑了一些看起来比较新鲜的菜和肉。但是新鲜的食材价格比以前王经理供的货贵了将近1倍。张燕心疼的直抽抽，回来跟李伟抱怨了半天。这菜也太贵了吧！这么一点菜就花了好几百块，照这么下去，我们根本赚不到什么钱。李伟皱了皱眉头，也觉得成本太高了。没办法，先撑过这几天再说。等过段时间，工人们忘了陈峰，我们再慢慢把成本降下来。张燕点了点头，也只能这样了。晚上，李伟亲自下厨，做了一顿看起来还不错的饭菜。工人们来吃饭的时候，发现饭菜确实比早上好多了。虽然还是比不上陈峰做的味道，但至少能吃了。工人们没有再说什么，安安静静的吃完了饭。李伟和张燕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。你看，我就说吧，他们就是一群干粗活的。李伟得意的开口，只要饭菜能吃，他们就不会闹事。还是你厉害。那我们什么时候再把成本降下来？再过1个星期吧，等他们完全习惯了没有陈峰的日子，我们再慢慢减少肉和油的用量。好，都听你的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李伟和张燕一直保持着这个标准。工人们虽然觉得饭菜不如以前好吃，但也没有再闹事。李伟和张燕以为一切都在他们的掌控之中，开始放松了警惕。他们每天依旧很晚才来食堂，很早就走，把所有的活都扔给后厨的工人，而且他们还开始变本加厉地克扣后厨工人的工资。以前陈峰在的时候，后厨工人每个月能拿到6000块钱，还管吃管住。现在李伟把工资降到了4500，还不管住了。后厨的工人们都怨声载道，但又不敢说什么，只能忍气吞声。刘叔看在眼里，急在心里，偷偷给我打了个电话，把这些情况都告诉了我。陈峰，食堂要完了呀！他们都开始在食材上偷工减料了。我听完刘叔的话，心里很生气，但我知道现在还不是我出手的时候。刘叔，我也没办法，再等等吧。我告诉刘叔，让他再忍一忍，李伟很快就会自食恶果的。挂了电话，我继续找工作。其实以我的手艺，找个厨师的工作很容易，很多酒店和饭店都愿意高薪聘请我，但我都拒绝了。我心里憋着一股气，我要看着李伟，看着他是怎么把我辛辛苦苦做起来的食堂一步步搞垮的。我每天都会去工地附近转一转，了解食堂的情况。我发现，虽然李伟现在的饭菜还能吃，但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工人开始去工地外面的小饭馆吃饭了。工地外面有很多流动的小吃摊，还有几家小饭馆。以前因为陈峰做的饭菜好吃又便宜，所以几乎没有工人去外面吃饭。现在食堂的饭菜又贵又难吃，工人们宁愿多花点钱，也不愿意在食堂吃了。食堂的流水一天比一天少，从以前的每天3万多，降到了现在的每天1万多，而且还在持续下降。李伟和张燕也发现了这个问题，开始着急了。他们想了很多办法，比如降价促销、买饭送汤之类的，但都没有什么效果，因为他们做的饭菜实在是太难吃了，就算再便宜，也没有人愿意吃。这天，李伟又去菜市场买菜，他发现最近的菜价又涨了，而且因为他每次买的量少，又都是现款现货，所以供应商都不愿意给他便宜。李伟算了一笔账，按照现在的食材价格和流水，他每个月不仅赚不到钱，还要亏本，这让他非常着急。回到食堂，他和张燕商量了半天，终于想出了一个好办法。他们决定再次降低饭菜的质量，用更便宜的食材来降低成本。第二天，工人们发现食堂的饭菜又变回了以前的样子，红烧肉里几乎看不到肉，全是土豆和胡萝卜；炒青菜里全是老叶子，还有很多虫蛀的菜叶，汤更是清汤寡水，连个油星都没有。工人们瞬间就炸了。李伟，你什么意思？前几天还说饭菜会变好，怎么今天又变成老叶子？你是不是觉得我们好欺负？李伟站在打饭台后面，一脸冷漠地说道：现在食材涨价了，成本太高了，我也没办法。你们爱吃不吃，不吃就去外面吃。外面的饭菜那么贵，你们吃得起吗？工人们听到他的话，都气得浑身发抖。你太过分了！我就不信周总会同意你这样做。对，我们去找周总，让他评评理。工人们说着，就准备往工地办公室走去。李伟见状，立刻慌了。周总是他的远房舅舅，但只认理不认人。要是周总知道了这件事，肯定会骂他的。而且，要是周总生气了，把他的承包权收回去，那他就什么都没有了。别去找周总！李伟连忙拦住工人们：有话好好说，有话好好说。饭菜的事儿，我们再商量。商量什么？没什么好商量的。要么你把饭菜恢复到以前的样子，要么我们就去找周总。好，我恢复还不行吗？这可是你说的，我们再相信你最后一次。要是明天还是这样，我们绝对不会再客气了。工人们这才散去。李伟看着工人们的背影，脸色阴沉的能滴出水来。张燕走过来，小声说道：老公，怎么办？要是真的恢复到以前的标准，我们肯定会亏本的。李伟咬了咬牙，眼神里闪过一丝狠厉。亏本？
我才不会亏本呢，我有办法让他们不得不来食堂吃饭。你有什么办法？李伟冷笑一声，凑到张燕耳边小声说了几句。张燕的眼睛越睁越大，脸上露出了惊讶的表情。这样能行吗？会不会太过分了？有什么不行的？周总是我舅舅，他肯定会帮我的。只要定下规矩，中午不允许外出，他们出不去，就只能在食堂吃饭了。到时候，就算我给他们吃猪食，他们也得吃。张燕想了想，觉得李伟说的有道理。还是你聪明，这样一来，我们不仅不会亏本，还能赚更多的钱。那当然，我现在就去找周总，跟他说这件事。说完，李伟就转身离开了食堂，往工地办公室走去。没过多久，李伟就回来了，脸上带着得意的笑容。怎么样，周总同意了吗？那还用说？李伟得意地说道。我跟周总说，最近很多工人中午出去吃饭，耽误了下午的干活时间，影响了工程进度。周总一听就生气了，立刻就同意了我的提议。他说，从明天开始，工地中午不允许外出，所有工人必须在食堂吃饭，不许点外卖，也不许外面的人进来送饭。太好了，这样一来，我们就不用担心没有生意了。没错，从明天开始，我们就可以放心大胆地降低成本了。不管饭菜多难吃，他们都得吃。他们俩在办公室里得意地笑着，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这个决定将会引发一场多么大的灾难。第二天一早，工地门口就贴出了一张通知，所有工人看到通知后都炸开了锅。通知上写着，为了保证工程进度，从即日起，工地实行封闭式管理，中午11点到下午1点禁止外出，所有工人必须在工地食堂就餐，禁止点外卖，禁止外来人员送餐，如有违反者，罚款500元，情节严重者直接开除。工人们看完通知都气得火冒三丈，这也太霸道了吧！凭什么不让我们出去吃饭？肯定是李伟搞的鬼，他的食堂没人去，就用这种阴招逼我们去吃，太过分了！我去找周总反映去。几名和周总熟悉的工人涌向工地办公室，想要找周总反映情况，但是周总早就不在办公室了，他去别的工地视察了，要1个星期之后才回来。办公室里只有一个秘书，说这是周总的决定，他也没办法。工人们没办法，只能愤愤地离开了。中午，工人们被迫来到食堂吃饭，果然饭菜比以前更难吃了，米饭是加生的，菜里几乎没有油，肉更是看不到一点影子，而且价格还涨了，以前一份红烧肉10块钱，现在涨到了15块钱。工人们一边吃一边骂：这什么破饭呀，比猪饭还难吃！李伟这个王八蛋简直是黑心肝！等周总回来，我一定要告他！李伟和张燕站在办公室里，看着食堂里坐满了工人，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。你看，我就说这个办法管用吧。现在整个工地2000多工人都得在我们食堂吃饭，就算饭菜再难吃，价格再贵，他们也得吃。是啊，这下我们可发财了。今天的流水肯定能恢复到以前的水平了。他们俩开心地算着账，完全没有注意到工人们的眼神里已经充满了愤怒和仇恨。一场更大的风暴正在悄悄酝酿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工地一直实行封闭式管理，工人们每天都被迫在食堂吃那些难以下咽的饭菜。很多工人因为吃了不干净的饭菜，开始拉肚子、胃疼。工地的医务室里每天都挤满了看病的工人，医生说是因为吃了不卫生的饭菜导致的。工人们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强烈，他们多次找李伟理论，但是李伟都态度蛮横，根本不理会他们的诉求。他还说，要是谁再敢闹事，就直接开除。工人们敢怒不敢言，只能默默忍受着。刘叔看在眼里，急在心里，他又给我打了个电话，把这些情况都告诉了我。陈峰，李伟太不是人了，用的都是坏的食材，不少工人吃了都生病了。你快回来吧！李伟为了赚钱，竟然不顾工人们的身体健康，用这种卑鄙的手段逼迫工人，这也太丧心病狂了。刘叔，你注意安全，保护好自己和其他后厨工人，我会想办法解决这件事的。挂了电话，我立刻给周总打了个电话。周总是我以前的老板，对我一直很照顾，而且他是一个很正直的人，最讨厌这种坑害工人的行为。我把李伟在工地食堂的所作所为一五一十的告诉了周总，包括他怎么把我踢出局，怎么用烂菜叶子和冻肉给工人做饭，怎么克扣后厨工人的工资，怎么哄骗周总实行封闭式管理。周总听完之后，气得大发雷霆。这个李伟简直是太不像话了，我当初真是瞎了眼，才会帮他拿到食堂的承包权。陈峰，你放心，我现在就往回赶，明天一早就到工地，我一定会给你和工人们一个交代的。说完，周总就挂断了电话。我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，我知道李伟的好日子马上就要到头了。
第二天一早，周总就赶到了工地。他没有先去办公室，而是直接去了食堂。这个时候正是工人们吃早饭的时间，食堂里坐满了工人，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不满和愤怒。周总走到打饭台边，看了看今天的早饭，馒头又硬又小，周稀的能照见人影，咸菜里还有很多沙子。周总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，他拿起一个馒头，掰了一块放进嘴里，刚嚼了2下就吐了出来。这就是你们给工人吃的早饭？周总看着站在旁边的李伟，声音冰冷地说道。李伟看到周总突然出现，吓得脸都白了。李伟结结巴巴地说道：周总，您怎么回来了？我要是再不回来，工人都要被你害死了。你自己看看，这是人吃的东西吗？工人们每天在工地上干10几个小时的重活，你就给他们吃这些？还有，谁让你实行封闭式管理的？谁给你的权利不让工人出去吃饭？李伟吓得浑身发抖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张燕连忙上前想要辩解。周总，您误会了，我们也是为了工程进度着想。很多工人中午出去吃饭，回来的很晚，耽误了干活。闭嘴！为了工程进度，我看你是为了自己赚钱吧？我已经都调查清楚了，克扣工人工资，还骗我实行封闭式管理。你以为你做的这些事儿，我不知道吗？张燕被周总骂得不敢说话，低着头站在旁边。工人们看到周总来了，都纷纷围了上来。周总，您可算回来了！李伟太过分了，他给我们吃的都是猪粮，很多工人都吃坏了肚子，住进了医务室。工人们你一言我一语，纷纷向周总控诉李伟的罪行。周总听着工人们的控诉，脸色越来越难看。他转头看向李伟，眼神里充满了失望和愤怒。李伟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我当初帮你，是因为看你可怜，觉得你是个老实人。没想到你竟然是这样一个忘恩负义、唯利是图的小人！你不仅坑害了陈峰，还坑害了这么多工人。我要是再纵容你，我就对不起这些辛辛苦苦干活的工人。周总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李伟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，哭着说道：我以后再也不敢了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我求求您了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张燕也跟着跪了下来，哭着求饶。周总，我们知道错了，你就饶了我们这一次吧。我们以后一定好好做饭，好好对待工人。晚了，从现在起，解除你和工地食堂的承包合同，你立刻收拾东西，滚出工地！不要啊，周总，我不能失去这个食堂，这是我全部的心血呀！你的心血？周总冷笑一声，这个食堂是陈峰一手做起来的，你只不过是捡了个便宜而已。你不仅不知道感恩，还把陈峰踢出局，你有什么资格说这是你的心血？周总说完，不再理会跪在地上的李伟和张燕，转身看向工人们。各位工友，对不起，是我管理不善，让大家受委屈了，我向大家道歉。周总对着工人们深深地鞠了一躬，工人们都连忙说道：周总，这不怪您，都是李伟的错。是啊，您能回来给我们做主，我们就已经很感激了。周总直起身，看着工人们，认真地说道：我现在就给陈峰打电话，请他回来重新接管食堂。周总拿出手机拨通了我的电话，我看到是周总的电话，立刻按下了接听键。陈峰，你现在在哪里？周总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。我在工地附近。好，你现在立刻来工地食堂一趟。我已经把李伟的承包权解除了，想请你回来重新接管食堂。我心里一阵激动，我等这一天等了太久了。好，我马上就到。我说完挂断了电话，快步向工地食堂走去。几分钟后，我就来到了工地食堂。一进门就看到周总站在食堂中间，李伟和张燕跪在地上，哭哭啼啼的。工人们都围在旁边，看到我进来，都纷纷和气正。陈师傅回来了，太好了！陈师傅，我们终于又能吃到你做的饭了。我看着工人们热情的笑脸，心里一阵温暖。周总看到我进来，连忙迎了上来。陈峰，你可来了。对不起，当初是我没有看好李伟，让你受委屈了。周总，您别这么说，这不怪您，都是李伟自己太贪心了。周总点了点头，转头看向跪在地上的李伟和张燕。你们两个，立刻收拾东西，滚出工地！以后再也不许踏进这个工地一步！李伟和张燕知道事情已经没有挽回的余地了，他们慢慢的从地上爬起来，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然后灰溜溜地收拾东西离开了。看着他们离开的背影，我心里没有丝毫的同情，这一切都是他们咎由自取。周总拍了拍我的肩膀，说道：陈峰，食堂就交给你了，我相信你一定能把食堂重新做好。放心吧，周总，我不会让你和工人们失望的。我认真的说道。工人们再次鼓起掌来，食堂里充满了欢声笑语。
李伟和张燕走了之后，我立刻开始接手食堂的工作。首先，我让刘叔把后厨里所有的烂菜叶子和冻肉都扔掉，然后我给王经理打了个电话，让他立刻给食堂送最新鲜的食材过来。王经理接到我的电话，非常高兴。陈峰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我就知道那个李伟肯定干不长。你放心，我现在就安排人给你送货，还是原来的价格，原来的账期。谢谢你，王经理。谢什么？我们是老朋友了。王经理笑着说道。挂了电话，我又开始整顿后厨的纪律。我把李伟之前克扣的工资全部都补发给了后厨的工人，而且我还把他们的工资涨了500块钱。后厨的工人们都非常高兴，干活也更加卖力了。中午，王经理的食材就送到了，有新鲜的猪肉、牛肉、鸡肉，还有各种新鲜的蔬菜和水果。我亲自下厨，给工人们做了一顿丰盛的午饭：红烧肉、卤鸡腿、糖醋排骨、西红柿炒鸡蛋，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菜被端上了打饭台。食堂里再次飘起了诱人的香气，工人们排着长长的队伍，脸上都露出了开心的笑容。终于又能吃到陈师傅做的红烧肉了，太香了，这才是人吃的饭啊！以后再也不用吃李伟做的那些猪食了。哎呀，真的不少吃啊！工人们一边吃饭一边赞不绝口，看着工人们吃得开心的样子，我心里也充满了成就感。我知道我做的这一切都是值得的。食堂的生意又恢复到了以前的火爆状态，甚至比以前还要好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我全身心地投入到食堂的工作中。我每天依旧凌晨4点就到食堂，开始准备一天的饭菜。我坚持用最新鲜的食材、最用心的手艺给工人们做每一顿饭。我还根据工人们的建议，不断改进菜品，增加了很多新的菜式。比如，我推出了早餐的豆浆油条、包子、馒头，还有午餐的各种盖浇饭和面食。工人们都非常喜欢，食堂的生意越来越红火，日流水很快就突破了4万，比李伟接手之前还要高。周总看到食堂的变化非常满意，他多次在工地的会议上表扬我。陈峰是一个有责任心、有能力的人。后厨的工人们也都非常佩服我，愿意跟着我一起干。刘叔更是每天都乐呵呵的，干活也特别有劲。而李伟和张燕自从被赶出工地之后，日子过得非常凄惨。他们本来就没有什么本事，以前都是靠着我才能赚钱，现在离开了我，他们什么也干不了。李伟之前欠的外债又开始有人催了，他们没办法，只能去打零工赚钱。但是他们吃不了苦，干不了几天就辞职了。后来他们听说我把食堂做得越来越好，心里非常嫉妒，他们不甘心，想要回来找我，让我给他们一个机会。这天，他们来到了工地食堂门口，想要进去找我，但是被工地的保安拦住了。你们不能进去，周总说了，不许你们再踏进工地一步。李伟和张燕在工地门口大吵大闹，引来了很多工人的围观。让我们进去，我们要找陈峰！李伟大声喊道：“陈峰是我发小，他凭什么不让我们进去？”就是我们是来找陈峰谈事情的，你们凭什么拦着我们？张燕也跟着喊道。保安根本不理会他们，死死地守在门口，不让他们进去。很多工人都围了过来，对着他们指指点点。这不是李伟吗？他还有脸回来？就是，当初把陈师傅踢出局，现在看到陈师傅把食堂做好了，又想回来占便宜了，太不要脸了！这种人就应该让他滚远点儿！工人们的议论声像一根根针一样扎在李伟和张燕的心上。李伟的脸一阵红一阵白，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，但他还是不死心，继续在门口大喊大叫：“陈峰，你出来！你要是个男人，就出来跟我说话！你躲在里面算什么本事？”我在食堂里听到了外面的吵闹声，皱了皱眉头。我本来不想再见到他们，但是他们这样在门口大吵大闹，影响太不好了。我放下手里的锅铲，擦了擦手，走出了食堂。看到我出来，李伟立刻冲了上来。陈峰，你终于肯出来了。我知道错了，我以前不该那么对你。你大人有大量，就原谅我这一次吧。让我回食堂干活吧，我什么都愿意干，洗菜切菜都行。张燕也连忙说道：“是啊，陈峰，我们知道错了，你就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，我们以后一定好好干活，再也不贪心了。”我看着他们假惺惺的样子，心里一阵恶心。我冷冷地看着他们，说出了一句让他们彻底绝望的话：“机会，我早就给过你们机会了。”我平静地说道：“当初我把食堂让给你们的时候，我就告诉过你们，有些东西不是你们拿着一个承包合同就能守得住的，是你们自己不珍惜，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。现在你们混不下去了，又想回来找我，天下没有这么便宜的事。”陈峰，你怎么能这么无情？李伟生气地说道：“我们好歹也是发小，一起长大的兄弟啊！”兄弟？我冷笑一声：“你把我踢出局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起来我们是兄弟？你用烂菜叶子和冻肉给工人做饭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起来我们是兄弟？你把工地大门锁起来，逼迫工人吃饭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起来我们是兄弟？现在你想起我们是兄弟了，晚了！”我越说越激动，声音也越来越大。我告诉你，李伟，从你把那3万块钱拍在我面前的那一刻起，我们之间的兄弟情分
就已经彻底断了。从此以后，我们各走各的路，互不相干。你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，也不要再打扰食堂的正常运营，否则我就报警了。说完，我转身就走，不再理会他们。陈峰，你给我回来！李伟在后面大喊大叫，但是我没有回头，径直走进了食堂。保安也上前把李伟和张燕推了出去。你们赶紧走，不然我们真的报警了。保安说道。李伟和张燕看着我消失的背影，又看了看周围工人鄙夷的目光，知道再也没有希望了。他们只能灰溜溜地离开了工地。从此以后，他们再也没有来过工地，也再也没有出现在我的生活中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食堂的生意越来越红火。我不仅把原来的食堂打理得井井有条，还在周总的支持下开了一个小卖部。小卖部里卖各种日用品、零食和饮料，方便工人们的生活。工人们都非常高兴。现在工地的生活越来越好了，食堂好吃，平日里也不用跑那么远去买生活用品了。我也赚了不少钱，终于攒够了买房的首付。我在市区买了一套3居室的房子，把父母从老家接了过来。父母看到我现在的成就，都非常开心。风啊，你终于熬出头了，别累着自己就好。累不到，你二老就享清福吧。刘叔也跟着我沾了光，我给他涨了工资，还给他租了一套房子，让他把老婆孩子也接了过来。后厨的其他工人也都跟着我赚了钱，日子过得越来越好，大家都非常感激我，干活也更加卖力了。这天，周总来到食堂找我，他手里拿着一份合同，笑着说道：陈峰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我在旁边又拿下了一个新的工地，想把那个工地的食堂也交给你承包。我愣了一下，没想到周总会这么信任我。周总，您真的愿意把新工地的食堂也交给我？当然，你的能力和人品我都信得过，把食堂交给你，我放心。而且工人们也都喜欢你做的饭。我心里非常感动，周总不仅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了我，现在还这么信任我。谢谢您，周总。您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。我会把新工地的食堂也做得和这个一样好。我接过周总手里的合同，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。签完合同之后，我立刻开始筹备新工地食堂的事情。我从原来的食堂里抽调了几个经验丰富的工人，去新工地负责前期的准备工作。我又招聘了一些新的厨师和帮厨，进行了严格的培训。王经理也非常支持我，提前给新工地准备好了所有的食材和厨具。半个月后，新工地食堂正式开业了。开业当天，生意就非常火爆。新工地的工人们早就听说了我的手艺，都纷纷来食堂吃饭。他们尝过我做的饭菜之后，都赞不绝口。陈师傅做的饭果然名不虚传，太好吃了，比我们以前在别的工地吃的饭好吃多了。以后我们就天天在食堂吃饭了，好有吃饭了，吃饭了。看着新工地食堂火爆的生意，我心里充满了成就感。我知道我的努力没有白费。现在我同时管理着2个工地的食堂，手下有30多个员工。我再也不是那个只能在灶台前炒菜的小厨师了，我成了一个真正的老板。但是我没有忘记初心，我依旧每天都会去食堂亲自下厨给工人们做饭。我依旧坚持用最新鲜的食材、最用心的手艺给工人们做每一顿饭，因为我知道工人们背井离乡出来打工不容易，一顿热乎可口的饭菜就是他们一天中最幸福的时刻。我能做的就是让他们在辛苦工作之后能吃上一顿满意的饭菜。我看着食堂里工人们开心的笑脸，心里暗暗发誓，我一定会把食堂一直做下去，而且会做得越来越好。这天，我正在新工地食堂检查工作，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，是以前和我一起在酒店当厨师的同事打来的。我现在开了一家餐饮公司，知道你的手艺很好，想邀请你加入，我们一起做大做强。来了就有年薪100万，还有公司的股份。我听完之后有些心动，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，但是我想了想，还是拒绝了。谢谢你的好意，但是我不能去。这个条件已经非常好了，很多人求都求不来呢。他们信任我，喜欢吃我做的饭。我要是走了，他们又要吃那些难吃的饭菜了。而且我现在的生活也很好，我很满足。好吧，既然你已经决定了，我也不勉强你。不过以后要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随时给我打电话。好，谢谢你。我说道。挂了电话，我看着食堂里忙碌的身影，心里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。钱是赚不完的，但是有些东西比钱更重要，比如信任，比如情谊，比如那些工人们脸上真诚的笑容，这些是用多少钱都买不来的。我转身走进后厨，拿起锅铲，继续给工人们做着香喷喷的饭菜。时间过得很快，转眼就到了年底，2个工地的食堂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。年底结算的时候，纯利润竟然达到了100万，我非常高兴，决定给所有的员工都发一个大红包。我根据每个人的工作表现，给他们发了不同金额的红包，最少的也有5000块钱，最多的刘叔拿到了2万块钱的红包。员工们都非常开心，纷纷向我表示感谢。谢谢陈老板，跟着陈老板干真是太幸福了。明年我们一定更加努力干活。大家不用谢我，这都是你们应得的。食堂能有今天的成绩，
离不开大家的努力。明年我们还要继续努力，把食堂做得更好。到时候我给大家发更大的红包。员工们都欢呼起来，食堂里充满了欢声笑语。晚上，我请所有的员工一起吃了一顿年夜饭，大家聚在一起喝酒聊天，非常热闹。刘叔端着酒杯走到我面前，陈峰，我敬你一杯，谢谢你。要是没有你，我现在还不知道在哪里打工呢。刘叔，您太客气了。我连忙端起酒杯，这些都是您自己努力的结果，要不是您一直帮我，我也不会有今天。我们碰了一下酒杯，一饮而尽。看着大家开心的样子，我心里也充满了幸福。我知道这才是我想要的生活，简单而又充实。过完年之后，工地又开工了，工人们都陆续回到了工地。看到我和食堂的员工们都非常开心。陈师傅，过年好啊！陈老板，新年发财！我笑着回应着每一个工人。新的一年，我有了新的计划。我打算在2个工地食堂都增加1个夜宵窗口，因为很多工人晚上要加班，经常吃不到热乎的饭菜。增加夜宵窗口就能解决这个问题。我还打算在食堂里安装几台空调和电视，让工人们在吃饭的时候能更舒服一点。周总非常支持我的计划，给我拨了一笔专款，用于食堂的改造。很快，食堂的改造就完成了。崭新的空调和电视让食堂看起来更加明亮和舒适。夜宵窗口也正式开业了。每天晚上都有很多加班的工人来食堂吃夜宵，他们都说现在工地的生活简直比家里还要好。看着工人们满意的笑容，我心里也非常开心。我知道我的付出都是值得的。我站在食堂门口，看着来来往往的工人，心里充满了对未来的希望。